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中文博客，我是阿泽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夏。小夏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平时生活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太安静了，或者你怎么这么闹？太有了，我经常被别人说，你怎么都不说话，是不是不高兴啊？其实我心里挺开心的，就是不想一直说话而已。刚好相反，我有时候安静坐一会儿，就有人过来问我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吗？好像在大家眼里，我就必须一直说话，一直笑才行。对，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。你是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？很多人都觉得爱说话就是外向，不爱说话就是内向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，说说两种性格的烦恼，也聊聊大家对他们的误会。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，你会更了解自己，也更懂身边的朋友。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自己是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？可以在心里先给一个答案。很对内向和外向有误会，比如有人觉得内向就是胆子小、害羞，不敢跟陌生人说话；外向就是开朗、朋友多，到哪儿都能聊起来。其实不是的，心理学家说，内向和外向最核心的区别是你的精力从哪里来。对，简单来说就是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累，什么事情能让你恢复精力。外向的人跟很多人在一起，热热闹闹的时候会觉得特别有精神，比如周末跟一群朋友吃饭、聊天、玩游戏，结束之后觉得特别开心，浑身都充满力气。那内向的人呢？刚好反过来，人多热闹的地方反而会消耗他们的精力。比如参加完一个大聚会，回家之后必须一个人安静待一会儿，看看书、听听歌，才能缓过来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同样是周末聚会，结束之后，我作为外向的人，回家路上还在想刚才聊的笑话，越想越开心，晚上还能再看一几句。换作是我的话，聚会结束回到家，第一反应就是终于可以安静了。往沙发上一坐，什么都不想说，什么都不想干，就自己发会儿呆，才觉得舒服。所以大家明白了吗？内向不是不会说话，外向也不是永远不累，只是大家补充精力的方式不一样而已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没有绝对的内向，也没有绝对的外向。很多人其实是中间型，有时候喜欢热闹，有时候想一个人待着。没错，比如我虽然爱说话，但连续工作好几天，也想一个人静静待着，谁也别打扰我，这很正常。接下来我们聊聊内向的人的烦恼。这部分我太有发言权了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作为内向的人最常遇到的委屈是什么？第一个烦恼就是总被人误会、不高兴。比如大家一起吃饭，别人都在聊天说笑，我就在旁边安静地听着。这时候总有人问我：“小夏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不是不开心？”是不是你心里其实在认真听，还觉得挺有意思的？对呀，我听得特别认真，只是觉得没必要一直插嘴说话。但在别人眼里，不说话就是不合群、摆脸色。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误会。那第二个烦恼呢？第二个就是被迫社交，真的太累了。比如公司聚餐、朋友的朋友的聚会，不去吧，别人说你不给面子；去吧，坐在那里浑sống不自在。具体是什么感觉？就是要一直想着我该说什么，下一句怎么接，脸上还要一直带着笑。一两个小时还好，时间长了，脑袋都嗡嗡的，比加班一天还累。我懂，
就像一直开着的手机，电量掉得特别快。对，而且聚会结束之后必须充电，回家一个人待着，谁也别找我说话。要是这时候有人给我发消息、打电话，我心里还会有点烦躁。还有什么常见的烦恼吗？第三个就是心里明明有想法，却不想主动说。比如开会的时候，其实我想好了答案，但不想第一个举手发言，结果别人说了差不多的想法，还被表扬了，自己又有点后悔。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胆子小，其实不是，对吧？真的不是，我只是觉得想清楚了再说，不想抢着说话。而且人多的时候，我更习惯先听别人怎么说，再补充自己的想法。还有一个特别真实的小事，遇到不太熟的同事或者同学，会特别纠结要不要打招呼。有时候为了避免尴尬，甚至故意放慢脚步，或者绕路走。这个我还真体会不到。我看到认识的人，老远就挥手了。所以呀，内向的人不是没礼貌，也不是讨厌你，他们只是不太擅长这种突然的社交，需要一点时间准备。总结一下就是，内向的人安静不代表不开心，话少不代表没想法，他们只是从独处里获得力量，而不是从人群里。聊完了内向的烦恼，也该说说我们外向的人的委屈了。很多人觉得外向的人每天都开开心心，没有烦恼，其实根本不是。哦，外向的人也会有烦恼吗？我还以为你们每天都精力满满呢。第一个最大的烦恼就是，更要我一安静，别人就觉得我出事了。比如，我坐在座位上认真工作，没说话，没过一会儿就有人过来问：“你怎么了？跟谁吵架了？”哈哈，这么夸张吗？真的，好像我天生就该一直笑，一直说话。我只是不想说话而已，不是心情不好，也不是跟谁生气了。这确实有点不公平。内向的人安静是正常的，外向的人安静就成了有问题。第二个烦恼就是容易被说太吵了，不稳重。比如我说话声音大一点，笑得开心一点，就有人说：“你能不能安静点儿？这么大了还这么闹。”那你听到这种话，心里是什么感觉？有点难过吧？我又不是故意打扰别人，只是性格就是这样，开心的时候就想表达出来。而且很多时候，气氛冷下来的时候，不都是外向的人在找话题吗？说的也是，聚会冷场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下意识看向最外向的那个人。第三个烦恼就是大家都觉得外向的人不会累。比如有人会说：“你这么外向，跟陌生人聊天肯定没问题吧？你朋友那么多，肯定不会孤单吧？”其实不是的，外向的人也会累，也会有不想说话的时候，也需要一个人待着充电。只是我们充电的时间可能短一点而已。还有吗？还有就是，有时候太热情了，反而会吓透内向的朋友。比如我刚认识一个人，就特别热情的聊天，问问题，后来才知道对方当时特别紧张，不知道怎么接话。哈哈，确实有这种情况。遇到特别热情的人，我会有点不知所措。所以啊，外向的人热情不代表他永远不会累，爱说话不代表他没有脆弱的时候，他们只是习惯用热闹的方式生活而已。聊了这么多烦恼，很多人可能会问，内向和外向到底哪种性格更好？答案很简单，没有好坏之分，两种性格各有各的优点。对，内向的人通常更细心，更擅长思考，做事很专注，听别人说话也特别认真。很多写作、画画、研究类的工作，内向的人反而做得更好。外向的人呢，擅长沟通，喜欢交朋友，能很快活跃气氛。
很多销售、主持、公关类的工作，外向的人就很合适。所以不用羡慕别人的性格，也不用强迫自己改变。内向的人不用逼自己变成社交达人，外向的人也不用故意装成安静的人。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，找到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，才是最重要的。那如果身边有不同性格的朋友、同事，我们该怎么相处呢？我给大家2个小建议。首先，如果你身边有内向的朋友，不要一直逼退他说话，也不要当众说你怎么这么内向，给他一点空间，他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。没错，跟内向的人相处，安静的陪着也很好，不用害他冷场。反过来，如果你身边有外向的朋友，他跟你分享开心的事，说很多话的时候，希望你能认真听，给他一点回应。你的回应会让他特别开心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请不要随便给别人贴标签，不要见人家话少就说他太内向了，不好相处，也不要见人家爱说爱笑就说他太吵了，不稳重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，互相理解，互相尊重，相处起来才舒服。接下来我们回答几个大家常问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内向的人可以变外向吗？其实性格的底色很难完全改变，但我们可以学习社交技能。比如内向的人可以练习怎么跟人打招呼，怎么在会议上发言，但这只是技能，不是改变性格。对，就像我现在做播客能说很多话，但生活里我还是喜欢安静，这不是变外向了，只是我学会了在需要的时候说话。第二个问题，朋友聚会，内向的人不去，是不是不给面子？真的不是，对内向的人来说，大型聚会真的很消耗精力。他不去，只是不喜欢那种热闹的环境，不是讨厌你。如果真的想见面，可以约1对1的见面，他反而会更放松。第三个问题，外向的人会不会也有孤独的时候？当然会，朋友多不代表不会孤独。外向的人也会有心事，也会有没人懂的时候，只是他们习惯有热闹掩盖情绪，不轻易说出来而已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内向和外向的区别，也说了两种性格各自的烦恼和优点。思冠不管你是内向还是外向都没有错，不用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怀疑自己的性格不好。安静的生活很好，热闹的生活也很好。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一生，就是最好的性格。最后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自己是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呢？你因为自己的性格遇到过什么烦恼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。今天的中文博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我们下期再见。